猎人和猎物的身份很容易转换。哼，萧炎，玩得挺。中计了，快走！既然来了，又何必走得如此匆忙？见到萧炎阻拦，浑牙面色微沉，袖袍一抖，一条粗壮的漆黑锁链便是如同毒蛇般爆射而出，带起呜呜的破风声，直射萧炎脑袋。瞧得浑牙的攻击，萧炎却是一笑，脚掌猛地一跺虚空，那地面便是陡然炸裂而开，一道丈许庞大的岩浆柱爆冲天际，然后与那漆黑锁链狠狠地撞击在一起。逃了将近半个月，也厌烦了吧？是有些烦了，袭击只不过是想要省点力气罢了。既然此计不通，那么便就这样宰了你吧。浑牙脸庞阴森，旋即偏过头，我来拦住他。萧炎交给你，放心，上一次不过是吃亏在措手不及，这一次我会把2只手臂都砍下来。浑牙面容狰狞的道，他的实力比起古妖都是丝毫不弱，再加上魂族那些诡异手段，要斩杀萧炎应该不是太过困难的事，只要不给他机会施展那些威力强大的天阶以及火莲斗技。浑牙微微点头，目光森冷地看了萧炎一眼，然后猛然转身，浩瀚磅礴的漆黑斗气自其体内暴涌而出，而其身形也是化为一抹闪电，直接对着薰儿暴掠而去。萧炎哥哥，小心！给我一些时间。见到浑牙冲来，薰儿美眸也是一冷，轻喝了一声，玉手之上金色火焰陡然升腾，也是毫不相让的与浑牙撞了过去。望着那已经开始交手的二人，萧炎也是缓缓吐了一口气，目光平静地望着前方面色狰狞的魂力。后者也是出于8星斗尊层次，不过如今的他毕竟损失了一条手臂，战斗力有所降低。而反观萧炎，比起当初与古妖交手时，却是已经提升了1星的实力，因此这魂力想要收拾他，恐怕还真是不容易。萧炎，你能胜古妖，却不一定能胜我，这断臂之仇，你今日是还定了。话音一落，阴寒的漆黑雾气陡然自浑牙体内暴涌而出，一道道漆黑锁链爆射而出，轻易的洞穿东西，铺天盖地的对着萧炎爆射而去。面对着那铺天盖地的漆黑锁链，萧炎面色不变，食指连弹，一道道紫褐中掺杂着一缕森白色的火焰自指尖暴掠而出，最后如同划过天际的火雨一般，在半空中与那些漆黑锁链狠狠地碰撞在一起，宛如那绚丽的烟花一般爆炸开来。若只是这些程度的攻击，恐怕这话还得收回去了。望着那些爆炸而开的烟花，萧炎微笑道。魂力面色阴沉，却并不理会萧炎，双手闪电般的结出一些奇异的印结。而伴随着这些印诀的凝聚，只见得他额头处突然出现了一个黑色的漩涡，漩涡缓缓旋转间，一个诡异的符文悄然地浮现在了魂力眉心处。能让我施展足文收拾你，也算是你的福气。伴随着这诡异符文的浮现，魂力的气息也是突然间暴涨起来，浓雾的黑雾缭绕在其周身，如同实质一般。其空荡荡的右袖在一阵剧烈的蠕动间，一只漆黑色的手臂居然是再度从其袖中钻出。若是看得仔细的话，便是会发现，在那只手臂上居然布满着一道道狰狞而凄厉的脸庞，这只手居然也是由那些灵魂凝聚而成。嘿嘿，很惊讶是吧？这种族文，像你这种败落的萧族，可没资格具备。望着萧炎脸庞上浮现的一抹凝重，那魂力也是冷笑起来。他们这些远古种族的人，一般不会修行什么类似天火三玄变的增幅秘法，因为他们所拥有的族文，其实便是天地间最为强悍的秘法。这种秘法虽说消耗不小，但却对身体没有半点的损耗。类似秘法反噬的事也从来不会出现，而拥有了这等奇异族文，其他那些不是消耗血液，便是依靠自残而提升实力的秘法，在他们眼中自然是不值得一提。萧炎眉头微皱，他倒是未曾料到这种族文居然还有如此的效果。若是当日与古妖交手，他也是能够开启族文的话，恐怕胜负还真是两说的事。好了，萧炎，接下来我便让你来试试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黑雾缭绕，魂力布满伤痕的脸庞上狰狞之色更甚，现在他的气息几乎已经达到了8星巅峰，甚至隐隐有种达到9星的层次，这种实力已是远远的超过了萧炎。话音落下，那魂力周身的黑雾陡然炸开，而其身形却是诡异消失。砰！在魂力身形消失的那一刹，萧炎那被紫褐色火焰弥漫的拳头几乎是瞬间便是对着身后空间狠狠轰了过去。但就在其拳头轰中那里的空间时，一缕缕黑色雾气却是自空间中弥漫而开，将其拳头轻易地阻拦而下。毫无力道的攻击，黑雾涌出，转眼间便是形成魂力的身影。他瞥了一眼面前的萧炎，眼中掠过一抹不屑，淡漠的道：天火三玄变，第一变，第二变，第三变。萧炎心中深吸一口气，天火三玄变几乎是瞬间开启到极致。然而这一次，当萧炎体内斗气暴涨时，他却突然隐隐感觉到眉心处传来许些痒痒的感觉，但这种感觉一闪即逝，令得他也是以为仅仅只是一刹那间的幻觉。砰！
天火三旋便施展而出，萧炎掌心一扭，便是如同泥鳅一般的挣脱。与此同时，其身形也是瞬间暴退。而在萧炎身形暴退时，那魂力却是一脸的错愕，其目光紧紧地望着萧炎眉心处。在先前萧炎施展天火三旋变时，他仿佛隐隐看见了后者眉心处有着一个奇异的符文，若隐若现。这个符文，身为魂族的他并不陌生，因为这是代表着他们魂族当年劲敌萧族的族纹。刚刚那是萧族的族纹？怎么可能？萧族的血脉之力已经彻底废弃，怎么可能还会具备族纹？一定是看错了，不怪魂力有些失态。族纹这东西仅有远古八族拥有，因为这是靠血脉之力激发，而如今的萧族血脉早已废弃，不可能还拥有着族纹这东西。管他有没看错，这小子鬼门道太多，先杀了他再说。魂牙那边坚持不了太久，古族那丫头实力太强，魂力眼芒闪烁，旋即化为凶狠，体内浩瀚如大海般的斗气在一刹彻彻底底的爆发开来，那股恐怖的威势直接是将这100丈之内的能量雾气尽数震散而去。萧炎，把命交出来！斗气暴涌，那魂力如同一尊魔神一般雄踞半空，身形一动，便是带起一团阴寒的漆黑乌云，闪电般的对着萧炎爆射而去。望着那再度掠来的魂力，萧炎也是缓缓的吸了一口气。这家伙借助了族纹的力量后，实力大涨，已是比那古妖都是要强上一些。若是硬汉的话，怕又将会是一场惨烈大战。是该试试这东西的威力了。萧炎眸中光芒微微闪烁，片刻后，手中印诀陡然一变，轰！就在萧炎手印变化的那一刹，下方的地面突然间爆炸而开，泥土四溅间，金灿灿的光芒顿时倾泻而开，一道道通体金黄的身影，如同雕塑一般的在那深坑之中动也不动，赫然是萧炎在虚空雷池之中全部强化而出的天妖魁。是，金光暴涌，最后突然间尽数汇聚在那第一道金色身影之上，旋即后者身体上的金光彻底的内敛，最后其身体上的皮肤居然是由暗金转化成了一种奇异的紫色，而在这种紫色下，又是能够看见到金光的流溢。在金光彻底内敛时，那紫色的天妖魁双眼陡然睁开，暗金色的光芒在其中缓缓流转，身形一颤，便是出现在了半空中的萧炎面前，目光漠然地望着那暴掠而来的黑云，皮肤下金光悄然流动，吸收了10具天妖魁的力量。这傀儡的实力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恐怖的层次。天妖魁矗立在萧炎身前，通体呈深紫之色，在这深紫之下，隐约能够见到金光的流转。这具天妖魁自然是萧炎亲手炼制而出的那一具。早在未经过虚空雷池锤炼之前，这具天妖魁便是拥有着约莫4星斗尊左右的实力。后来经过虚空雷池强化，更是将其提升到了极致。按照萧炎预料，经过雷池的淬炼，这一具天妖魁本身的实力便已能够与6星斗尊相媲美。如今再经过阵法吸收10具达到斗尊层次的天妖魁的力量，他的实力无疑是瞬间超越了萧炎。碎魂冥掌，在那不远处，浓郁的黑云夹杂着铺天盖地的寒气暴涌而来，黑云翻涌，一道厉喝陡然传出，紧接着一只庞大的如同小山峰的黑色掌印陡然自黑云之中掠出，然后便是狠狠地对着萧炎怒拍而下。掌印所过之处，空间直接是崩塌出一片片漆黑黑洞，一道道空间裂缝也是如同蜘蛛网一般从虚无空间之中蔓延而开。感受着那自头顶降临而来的恐怖威压，萧炎眼中也是掠过一抹凝重。经过族纹强化后的魂力实力无疑已是远远的超过了他，若双方真是实打实的交手的话，萧炎的胜率恐怕仅有5成左右，而且这5成还是相当凶险的那种。毕竟面对着8星斗尊，萧炎上还可拼命一战，可现在的魂力隐约已经达到了9星层次，这之间的差距又是被拉开了许多。这种距离，即便是天阶斗技，怕都是相当难以拉近。毕竟以魂族的强横，魂力等人手中多半也是如同古妖一般，修习了威力极强的天阶斗技，只不过不到最后关头，这些家伙绝不肯轻易动用便是。正好拿这家伙来试试提升到极限后的天妖魁的力量。漆黑眼瞳之中，掌印急速的放大，萧炎也是缓缓地吐了一口气，一道命令也是自心中传了开来。在萧炎心念转动时，其面前那如同雕像般的天妖魁也是缓缓地踏前一步，空洞漠然的双瞳之中金光流转，脚掌一跺虚空，便是化为一道紫色光芒直冲天际，然后以一种极为震撼眼球的方式与那巨大掌印狠狠地撞在了一起。砰！两者相撞，恐怖的劲风自天际席卷而开，惊天动地的炸响声，方圆100里之内都是清晰可闻。咔嚓！劲风暴溢，那巨大的掌印之上居然开始出现了细密的裂缝，伴随着裂缝的蔓延，到的最后，那能量掌印也终于是咔嚓一声陡然爆裂而开。噔噔！天妖魁与掌印狠狠相撞，强猛的劲力也是将其震得在虚空连退了10来步，每一步的踏出都是会在天空上留下一个漆黑色的脚印。
而当其最后一步落下时，身形却是如同离弦箭之一般，再度爆掠而出。这一次，他居然是直接冲进了那浓郁的黑雾之中。咦？天妖魁冲进黑雾之中，那魂力也是惊疑了一声，旋即所有声音彻底消失。片刻后，可怕的拳风对碰所带起的呜呜破风声，却是连绵不断的从那黑云之内传出。砰砰！一道道异常强悍的劲风不断自黑云之内爆射而出，无数凄厉的灵魂惨叫声也是急促的响起。而黑云也是在这种猛烈交手下，迅速变得稀薄起来。萧炎目光紧紧地望着那黑云之中，那里面璀璨的金光不断的爆发，即便是那黑云都是无法彻底的掩盖。经过诸多的强化，如今的天妖魁的确已经是真正的大成，这等威力，恐怕即便是面对着9星斗尊的强者，都尚可一战。在黑云之内爆发激烈大战时，萧炎的目光也是趁着此时转向了另外一处战圈，那里是薰儿与魂牙的战斗。不过从那魂牙被压制的彻底进入下风的情况来看，萧炎的担心明显是多余的。看这种模样，若是给予薰儿足够的时间，当场斩杀了魂牙，都并非不可能的事。薰儿的实力恐怕达到了9星斗尊的层次，魂牙充其量也就8星斗尊巅峰，两者都是身为远古种族之中的人所修习的功法斗技，必然都不会相差太多。嘿，这一次若是可能的话，便在此处将这两人给宰了。怎么说，他们都是魂族年轻一辈的高手，这般的失踪了，想必即便是魂族也是会有点肉痛。萧炎眼中掠过一抹冷笑，他与薰儿追杀这两人将近1月时间，期间也是多次间接交手，算是各有胜负。但这两个家伙狡猾如狐，始终不肯与他们正面接触，如今逮到这种机会，说什么也是不能轻易的放过。轰！在萧炎心中转动着要将这两个家伙彻底收拾时，那黑云之内陡然响起一道极为响亮的炸声，恐怖的劲气涟漪自其中席卷而出，居然直接是将那充斥着阴寒的黑云生生的撕裂而开，金光与黑气爆射，在天际交织成绚丽的烟花。砰！黑云爆裂，两道身影也是自黑云中倒飞而出，最后在踏着虚空噔噔倒退了将近100多米，方才缓缓地稳住身形。萧炎的目光在这两道身影一出现时，便是投射了过去，当下双眼便是微眯。此刻的天妖魁身体上隐隐有着一些肉眼可见的掌印，看来在先前的大战中应接了魂力不少强猛攻势。不过所幸如今的天妖魁已是今非昔比，不然的话，恐怕身体早就承认不住的爆裂而开。天妖魁略微有所受创，但那魂力明显则是要更加显得狼狈一些，不仅披头散发，浑身衣衫更是被震得破裂了大半，嘴角处隐隐挂着一丝血迹。这一次，这魂力明显是吃了不小的亏。在魂族中，这魂力便是以战斗方式极为拼命而博得凶名，但他那种拼命的战斗方式，对于其他的强者，或许的确能够取得不小的效果。可面对着毫无痛觉感官，只知道服从萧炎命令的天妖魁，却是没有了丝毫效果。双方一掌换一掌，一方是傀儡，一方是肉体，无论怎样看，都是肉体那一方吃亏。混账！这家伙怎么拥有如此强悍的傀儡？魂力嘴中不断的喘着粗气，目光惊怒地望着那远远退开的天妖魁。他可未曾料到，萧炎居然还拥有着这等东西。经过先前的交手，他发现，即便是施展了足纹的他，虽然能够不惧这傀儡，但后者也是如同乌龟壳一般，任由他如何攻击都是无动于衷。而且最无语的是，他能够对这些东西无动于衷，可魂力却是并不能对他的攻击选择无视。这种战斗打得他相当的憋屈。去！远处的萧炎笑眯眯地望着面色变幻的魂力，伸了一个懒腰，屈指一弹，那天妖魁便是立刻弹射而出，再度凶狠地对着魂力暴掠而去。那般凶悍声势，让的魂力脸色更是有些铁青了起来。真是倒霉，一来就遇见天幕的大风暴，赶紧跑吧，被风暴追上了，就算是斗尊巅峰的强者也得陨落于此。而在战斗的上风逐渐地转移向萧炎二人时，那距离此处遥远的半空中，几道身影却是快若闪电般的爆射而出。而在他们身后的天边尽头，浓郁的能量飓风呼啸而来，最后居然是形成了极为可怕的连锁反应，导致这片天地间一场能量大风暴迅速的成型。激烈交战的天空，熏而弥漫着金色火焰的掌印，狠狠地轰击在魂牙胸膛之上。可怕的劲风直接是将后者震得一口鲜血喷出，脚步踉跄的后退了10几步，而一掌打伤魂牙。熏儿刚欲追击，脸颊却是微微一变，急忙抬头，却是见到在那天边尽头，一道连接天地的绚丽线条正在飞速的蔓延而来。这是天幕的能量大风暴。望着那弥漫天地的恐怖能量风暴，熏儿眼瞳也是陡然一缩，居然是立刻停住了身形，偏过头对着萧炎急喝道：“萧炎哥哥，快走！”听得熏儿喝声，萧炎也是一怔，旋即有所感应的偏过头，视线望着那天边尽头，当下也是轻吸了一口凉气，毫不犹豫的挥手召回天妖魁，身形一动，便是出现在了熏儿身旁，然后在魂牙二人惊愕目光中，快若闪电的对着第3层入口暴掠而去。那是能量风暴。
抹去嘴角的血迹，魂牙也是偏过头，嘴角顿时一抖，也顾不得萧炎那2个煞星就在前面，与魂力对视了一眼，便是如同丧家之犬的狂奔了起来，跟萧炎他们交手还有一些活路，但若是被卷入风暴中，则是彻彻底底的死路了。在魂牙2人也是开始狼狈逃窜时，那后方天际一道道模糊黑影也是闪掠而开，一时间，这片原本死寂的没有人气的大地之上，顿时出现了一种古怪的热闹。只不过这些家伙现在都是在满头大汗的掉头狂奔而已。苍茫的死寂大地之上，如今却是被轰隆隆的巨声所充斥，弥漫天地的能量风暴由远席卷而来，所到之处，甚至是连空间都是尽数崩塌，黑压压的极为骇人。那是什么？萧炎的身形紧紧跟在薰儿身后，感受着后方遥远处传来的那种恐怖威压，面色有些凝重的道：天幕的能量风暴是此处的一种自然天灾，威力极端恐怖，斗尊巅峰的强者被卷入其中都是有死无生。以前几族进入天幕的强者，一些运气不好的人，大多都是遇见了能量风暴，并且被卷入了进去。薰儿轻声道：没想到这次我们也这么倒霉，居然遇见了这东西。一般说来，能量风暴要好些年才会爆发一次。反正先跑吧，这能量风暴波及的范围极度辽阔，恐怕整个第2层都是在它的范围中，所以我们必须进入第3层才能将之避开。薰儿沉声道：萧炎微微点头，偏过头，目光望着遥远的后方，那里2道身影也是狼狈地跟了上来，正是魂牙2人。但此刻的这种时候，萧炎却是没有心思再管他们。还有其他人。而就在萧炎目光扫向后方时，却是突然见到一道道黑影快若闪电般的暴掠而来，然后陆续的赶了上来。众人目光一扫，皆是一愣。哼，没想到萧炎兄弟速度竟然这么快，早就赶到了这里。那当下的2道身影，一男一女，赫然便是炎族的那位火炫，以及那脸颊上有着面纱遮掩的红衣女子。此刻，火炫的目光也是望见了前方的萧炎，当下面色一喜，加快速度的大笑道：听得这声音，萧炎也是微微一笑，遥遥的冲着火炫2人拱了拱手，笑道：火炫兄也是不慢啊。火炫笑了笑，与那红衣女子迅速的追上萧炎2人，目光在后者身上扫过，2人都是愣了愣。萧炎兄晋级了？呵呵，侥幸而已。萧炎含笑道。见到萧炎并未否认，火炫与那红衣女子对视了一眼，皆是从对方眼中看到许些惊异，这才进入天幕半年时间，没想到萧炎便是晋级，这等速度可是相当恐怖。似乎魂族的那2个家伙也在后面。火炫目光朝后方瞥了瞥，笑道：跟他们纠缠了1个月时间，可惜被这能量风暴坏了好事。萧炎轻笑道。闻言，火炫眉头不由得一挑，心中略微有些震动。他自然是知道萧炎这轻飘飘的一句话所代表着什么，这魂牙与魂力都是8星斗尊的强者，实力极强，2人联手，即便是9星斗尊都可一战。没想到在萧炎与薰儿手中，却是讨不了丝毫的好处。这能量风暴席卷了整个天幕第2层，要将它躲避开，便是只有进入第3层。如今我们这里距离第3层也不算远了，加把力应该能够在风暴赶来之前进入第3层。火炫微微一笑，在这期间，我们或许可以互相关照一下，不知萧炎兄意下如何？没问题。萧炎也是笑了笑，火炫要示好，他自然是不会拒绝，特别是在这种时候，多一个帮手，生存下去的几率也是将会大上许多。2人谈妥，皆是相视一笑。而一旁的薰儿与那位红衣女子却并未插嘴他们的谈话，偶尔间2人对视了一眼，也只是微微点头，便是将目光转移开来。商妥完毕，4人也是凑得近了一些，目光警惕地在四周扫过，然后身形快若闪电地对着前方暴掠而去。没想到炎族的那些家伙居然跟萧炎混在一块去了。在那后方，面色阴沉的魂牙望着与萧炎2人凑在一起的火炫等人，面色不由得微寒。如今他们的战斗力已是比不上萧炎2人，若后者再多一些帮手的话，不妙的就该换成他们了。哼，让你们再得意一会，等到了第3层，我要你们一个都跑不掉。一抹狠厉之色自魂牙眼中掠过，其速度也是再度暴涨，与那魂力化为2道模糊黑影，对着第3层的入口迅速飞去。这种亡命的奔逃持续了足足将近半天时间，这半天之内，萧炎等人的速度几乎是一直处于极致，因此体内斗气的消耗也是达到了一个恐怖的量。不过好在这近半年来，几人手中都是有着不少能量核的存货，因此一时间也不用担心斗气的枯竭。不过虽说斗气消耗能够补充，但那紧绷的精神却是让的萧炎等人略微感到一丝疲惫。那身后紧追不舍的能量风暴，就如同死神的索命镰刀一般，让得他们不敢有丝毫的怠慢。萧炎哥哥，第3层的入口快到了。全力奔逃中，薰儿突然望了望遥远处，开口道。听得他这话，萧炎与火炫2人皆是一喜，仔细感应了一下，果然是察觉到在那遥远处隐隐间有着熟悉的能量威压弥漫而开。走，加快速度。见到入口在望，萧炎也是大笑了一声，
手掌一挥，速度猛然暴涨，宛如划过天际的陨石一般，几个闪烁间便是在天际上消失不见。在萧炎等人发现第3层入口时，后方的魂牙等人也是有所察觉，当下都是精神一振，原本有些疲惫的精神也是再度变得神采奕奕起来，拼了老命的使劲狂奔。在那遥远处，巨大的能量光幕从天际倾洒而下，最后垂直地面，宛如天墙一般。此刻，在那能量光幕前，4道身影盘腿而坐。片刻后，其中一人抬起头，望着远处，淡淡的道：“他们都来了，跟来的还有能量风暴。”果然，闻言，一名银袍男子以及壮男皆是叹息了一声。旋即前者撇着嘴道：“古真，你这家伙也太平静了点吧？那可是能量风暴啊！若是被卷进去，我们这里的人恐怕没一个能活下来。”哼，倒不是我平静，是慌乱也没用。而且这里有青阳都统在，最坏的事应该不会出现的。古真微微一笑，道：“你这家伙。”听得他的话，那一直闭目的青衫男子也是忍不住的笑着睁开双眼，望着遥远处，道：“这里的能量光幕已经实质化，只能强行打出一个通道，但这种工程可不是我4人能够办到的，所以，即便我们先到这里，也得先等等其他的人。你是担心消耗太大，进入第3层后无法应付吧？”古真摇摇头，笑道。青衫男子笑笑，也不辩驳，而是缓缓站起身来，目光望着远处的天际，道：“薰儿他们到了。”是。他的话音刚刚落下没多久，几道光影便是自天际之边浮现，旋即几个闪烁间，便是出现在了这一片能量光幕之前。望着那盘坐在地的4人，都是一愣。古青阳，这些家伙速度还真快啊！火炫望着那4人，在怔了怔后，轻声道：“青阳大哥，为何不进去？能量风暴就要来了。”薰儿也是徐徐的从半空上落下，然后微蹙着柳眉道：“光幕实质化了，必须强迫，我在等他们。”古青阳微微一笑，目光在萧炎身上扫了扫，眼中掠过一抹奇异之色，旋即转向薰儿，道：“没事吧？”“没什么事，只是跟魂族的2个家伙纠缠了1个月。”薰儿摇摇头，道：“那2家伙竟敢对你出手？”闻言，青衫男子眉头一皱，面色一直平淡的古真也是微微抬起头，眼中略微有些冷意。不过那最后开口的却是那位银袍男子：“他们也没讨到什么好。”薰儿微微一笑，偏过头，只见得一道道流光闪掠而来，最后化为一道道身影出现在这片空地之上，目光望去，正是当日一起进入天幕的那些人。不过现在的他们明显都是有些狼狈，至于魂牙2人更是逗留在最后的位置，显然是担心萧炎等人此时出手。现在不是跟他们动手的时候，没有时间。见到青衫男子的表情，萧炎轻声道。青衫男子并未无视萧炎的话语，他自然是明白，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打破能量光幕，然后进入第3层。各位，现在是什么情况？你们应该也知道，但这通往第3层的能量光幕已经实质化，必须强行打破，方才能够进入第3层。但这种工程并非一人一力可以完成，所以各位若是想要活命的话，便联手打破，否则风暴一来，一起完蛋。青衫男子踏出一步，目光在周围扫了扫，淡淡的道。听得他的话，众人面色都是微微一变，沉吟了一会，又是缓缓的点了点头。能够来到这里的人都并非是庸人，他们自然是明白，面前等待着他们的路仅仅只有这一条，那便是进入第3层，因为不进则死。见到众人皆是点头，古青阳也是微微一笑，目光远眺着遥远处席卷而来的能量风暴，道：“既然无人反对，那我们便开始吧。既然此意由我提起，那么便由我们先手，后面大家轮流上。当然，也不要怪我说话不客气。若是有人想要偷工减懒，心怀祸心的话，那么便不要我不客气。”话到此处，其目光也是扫过众人，最后停留在最后的魂牙与魂力2人身上，微笑的脸庞上有着许些淡漠之意。青阳都统放心，现在大家都是一条船上的人，谁若是想要弄沉这条船，其余人都不会放过他。开口的是一名额头上有着一道闪电纹路的男子，他是8族之一的雷族之人。呵呵，多谢。古青阳一笑，然后转头对着古真3人道：“我们先动手，萧炎、薰儿，你们最后上。”见到那最后将目光转移过来的古青阳，萧炎也是微微点了点头。他明白，这古青阳是想让他们留在最后监视着魂牙2人。好咧，开工喽！那银袍男子笑了一声，然后与其余3人缓缓走进光幕，体内斗气如同洪水一般呼啸而动，最后化为一道道异常庞大的斗气劈链，狠狠地轰击在那凝固成实质的光幕之上。砰！4人联手，那等攻击力自然是异常恐怖，即便是那光幕极端坚硬，也是在这等轰击下爆裂开一道道裂缝，最后咔嚓一声，露出一个丈许大小、约莫3-4米高的小小坑洞出来。砰砰砰！见到攻击有效，所有人都是松了一口气，旋即古青阳4人再度爆发，
手掌在璀璨斗气的包裹下，如同最为锋利的刀刃一般，狠狠地插进金币之中，宛如实质般的能量碎片不断地爆射而出。此刻的4人无疑是如同挖掘机器一般，在磅礴斗气爆溢间，那开辟而出的坑洞也是越来越深。呼，这种开辟足足持续了10分钟左右，古青阳4人方才额头略微见汗地停下来，回头望了望，这坑洞已生生被挖掘出了一个约莫10丈左右的通道。在他们身后，众人鱼贯而入，好奇地打量着这周围的能量晶层。这片光幕足有超过100丈的宽度，因此即便是萧炎等人片刻不歇的开辟，都是需要足足1个多小时。这种工作量，光依靠1-2个人，恐怕就算是干上1周都无法完成。青阳都统，换我们来吧。见到古青阳4人停止下来，那身后的雷族2名男子便是笑道。他们自然是知道，以古青阳等人的实力还能够坚持，但别人明显是打算留着一些气力，不可能真正的在这里搞得精疲力竭。毕竟远古8族之间的关系也并非是想象中的那般友善，彼此间总归是会有着一些戒备。呵呵，那便麻烦雷洛兄弟了。古青阳笑了笑，然后4人便是各自退开。那2名雷族之人则是大步上前，璀璨的雷光在拳头上凝聚，最后一声低喝狠狠地轰出，一时间通道之中轰隆隆的声音再度响彻而起，能量风暴越来越近了。在众人伴随着通道的逐渐开辟而前行时，处于最后方的萧炎偏头望了望通道的入口，从那外面传来的能量威压越来越强，甚至隐隐间还能够听见那种能量风暴所带起的呜呜破风声。能量风暴应该闯不进来。见到萧炎的目光，虚儿微笑着安慰道：“这第3层的入口一直都是呈实质化吗？”萧炎笑着点了点头，手掌突然摸了摸身旁的那些实质的能量晶层。这些绚丽的东西是由极端恐怖的能量凝聚，并且经过难以想象的压缩，最后方才会形成如此辽阔的能量光幕。据说从我们8族第一次来到这里时，这里的光幕便是实质化，即便经过无数岁月的变迁，这里的这些实质能量依旧没有融化的迹象。虚儿轻轻点头道。萧炎嘴中啧啧赞叹了一声，这天幕果然是神奇。在萧炎2人的谈话中，那通道也是越来越长，不过由于雷族仅有2人上阵，因此那速度自然是比不上古青阳4人，因此在他们换人时仅开辟了不到5丈的距离。不过所幸后面还有着不少人一波一波的轮流而上，也是令得那能量通道越来越深。轰！当这种开辟再度持续了约莫10分钟左右时，突然有着一道惊天动地的声音在后方响彻，旋即众人便是察觉到，似乎这整个光幕都是在此刻狠狠地颤了颤。能量风暴席卷来了，这种动静让得不通道内立刻就是一静，面色都是有些凝重。如此庞大的能量光幕，居然都是被那能量风暴撞击成这样，若是他们此刻还在外面的话，恐怕顷刻间都得化为粉末。大家加快速度吧。古青阳眉头微皱，然后开口道：“这里面虽然躲避开了能量风暴，但却太过压抑，四周都是绚丽的能量晶层，漂亮是漂亮了，但隐隐间总是给人一种不太舒服的感觉。”听得他的声音，众人也是微微点头。那正在前方开辟通道的火炫2人也是加快了攻击频率。呼，在时间的推移下，萧炎与薰儿也是出手了2次，开辟晶层并没有萧炎想象中的那般困难。这些晶层虽然极度坚硬，但对于拥有着好几种异火的萧炎来说，却并不算什么啃不动的硬骨头。在这种轮流下来，魂牙与魂力在萧炎2人的监视下，也是上去干了一轮苦工。但从那坚持的时间来看，明显是有些偷懒。但这种时候也没时间再跟他们计较什么，不管萧炎再怎么看他们不顺眼，也是得必须等到出了能量通道后再说。而在这期间，萧炎目光也是对于那药族的2人多加了一些注意。药族进入天幕的2人是一名衣衫上有着一些奇异纹路的男子，以及一位衣着火爆的性感女子。从气息上来看，这2人应该都是7星斗尊层次，表面战斗力看起来似乎并比不上魂牙等人。而这2人偶尔看向萧炎的目光也并非是太过友好，但对于此，萧炎却是懒得多加注意。这些远古种族的天才心里面总是有种淡淡的优越感，特别是在面对着普通人类的时候，这种优越感显得尤为强烈。是，轰隆隆的声音在通道之中不断的响起，萧炎也是微微闭目。然而就在其双眼闭上的那一霎，一点细微的一声却是悄然地传进了他耳中，令得他再度睁开双眼，目光望向左边的金币，手掌摸了摸，居然发现一层淡淡的能量液体从金币之中渗透而出。